他把一坨便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坨便便价值1000万，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鲸鱼的便便，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儿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，一克就能卖3000块。便便呢是在自家鱼塘发现的，他本来也以为是石头，没想到啊扔在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这就很神奇了。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工作人员闻了闻，确实没什么臭味，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说啊，他们这片根本就没出现过鲸鱼，哪来的鲸鱼便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，接下来直接找专家。专家说这玩意儿很稀有，一般100只鲸鱼里面只有1只鲸鱼体内会有龙涎香，这其实就是鲸鱼体内的结石。专家对着便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个简单的测验，各种特征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大叔那是越听越兴奋，但专家说还需要进一步采样化验。一番分析后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然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个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那泡沫就给捡了。然而下面这个小哥也把不值钱的东西当成了宝贝，他能用各种蔬菜当乐器，只见他掏出胡萝卜就吹了起来。工作人员还是不相信啊，他也不废话，直接啃了一口。不仅如此，什么红薯、山药、西葫芦、土豆，甚至大蒜都可以吹出曲子。而且用蔬菜当乐器的好处就是饿了能直接吃。接着用西兰花又吹了一曲，还用山药做的乐器吹了一个。然而把蔬菜做成乐器也不容易，首先就要保证蔬菜的新鲜程度。在冰箱拿出一根硬邦邦的萝卜，先用工具把萝卜掏空，然后在表面打孔，每一步都要非常小心，还要不断测试音准，一点点调整孔洞大小。节目组决定升级挑战，拿来了西瓜、鸡蛋和大葱。小哥轻蔑一笑，就这，手起刀落就把3样食物变成了笛子。没想到还都吹响了。现在有个问题就是，乐器的保鲜时间太短，一旦蔫了，音色就不纯正了，一般用完就要被妻子拿来做成菜，或者打成蔬菜汁喝掉，因此每天都要重新买新鲜蔬菜，这成了一笔不小的花费。他现在呢已经到了痴迷的程度，甚至在工作中也要做乐器，拿着一颗洋葱就开始制作，同事都被震撼到了。不过要说奇人，那还是得看下面这位大叔，他能在头发丝上刻100个字。只见他先把头发固定起来，接着用微雕刻刀在上面刻字，最后呢给头发上个色，文字在显微镜下就显现出来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地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，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还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银笔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，相对来说在小米粒上刻字就显得简单多了。大叔说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，刚开始做的时候刻了100多根头发，1年下来呢只成功了2根，为此自己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见到别人都是先看头发，黑长直是他的最爱。他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1行字，还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下面这个奶奶虽然没有大叔厉害，但也值得一看。90岁的奶奶经历过车祸后，腰板竟然变直了，之前在家里走路都要扶着墙，墙上还留下了一道痕迹，现在呢上楼都不费劲，专家都表示不可思议。奶奶说出车祸后自己当时就懵了，什么都不记得，醒来就变成这样了，就很神奇。那就祝奶奶一直健康下去吧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他把风油精涂在眼睛上，一天就要用掉1瓶，边涂还边笑，说涂完神清气爽。大叔随身都带着2瓶，家里到处都是风油精，看电视的时候涂，开车的时候涂，半夜也要涂1次。最急的人是他老婆，怕他涂死了，而他自己却说自己根本离不开风油精。这又是为啥？他也不解释反而变本加厉，觉得涂眼睛上不过瘾了，直接用风油精洗脸，看样子也不错，洗完精神抖擞。那他到底为啥要涂风油精？真的是奇怪。周围人也是看得一脸懵逼，真的不会疼吗？旁边的大叔决定试一试，结果直呼辣眼睛。这时他终于说出了涂风油精的原因。原来大叔之前眼睛受了伤，什么都看不清，偶然用了1次风油精，竟然能看清楚了。从那之后就离不开风油精了。但风油精真的有那么神奇的功效吗？医生猜测，在风油精的刺激下，大叔眼泪分泌旺盛，使得眼睛非常湿润，这可能是帮他看清楚的原因。但风油精对眼睛有非常大的伤害。经过检查，大叔的眼角膜确实受到了严重损伤，风油精没能治愈他，反而加重了病情，必须立即停止使用风油精，还给大叔拿了专门治疗眼睛的药物。所以说有病就要对症下药，不要相信偏方。和他比起来，下面这位尼姑更奇葩，他把洗衣液涂满全身，每天都要涂好几次，一天就要用掉3瓶。诵经累了就要往身上涂洗衣液，外面散步的时候要涂一涂，工作时也要涂，总之不允许身上有干燥的地方。就连洗澡都是用洗衣液，先往盆里倒入满1瓶，蹲在盆里就洗了起来，洗衣液直接成了他的沐浴露，家里还存了上百箱的洗衣液。然而这仅仅只是1个月的量，他1年内用掉的洗衣液足够别人洗17
7年的衣服。更奇葩的是，他洗衣服呢，却从来不用洗衣液，还说用洗衣液洗衣服就是浪费。节目组很担心他，而他自己却说，正是洗衣液救了他的命。这又是为啥？原来啊，去年他遭遇了入室抢劫，受了严重的外伤，虽然恢复了健康，但皮肤依然瘙痒不断。有天实在痛到无法忍受，莫名其妙涂了一点洗衣液，没想到皮肤一下就不痒了，还治好了自己的脚气，从此就一直使用洗衣液了。节目组还是担心他的健康，带他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伤口愈合的时候痒一点是正常的，但由于洗衣液的刺激，他的皮肤变得很干燥，还得了皮炎，必须停止使用洗衣液。他也很听话，回家就把洗衣液都丢了，用上了正规的护肤品。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还有下面这位奶奶，她把凡士林涂在眼睛上，每天用1盒，已经这样做了30年，涂完还要做眼部运动，耳朵后面脖子上也不能少，再挖上一大勺涂在膝盖上，说可以治感冒，脚上也不能少，据说治脚气一绝。肚子疼呢就涂在肚脐眼里，手上有伤口也可以用，还说能加快伤口愈合。凡士林在他这里可以说是包治百病，一天就要涂3次，家里任何地方都能找到凡士林。医生说虽然凡士林有滋润皮肤的效果，但是要适量。奶奶呢却什么话都听不进去，因为她认为自己亲身体验过凡士林的神奇效果。奶奶出门可以不带钱包，但不能不带凡士林。来到公园就开始锻炼，爬上爬下，看起来身体确实很灵活。这还没完，奶奶还展示了自己的绝活劈叉。要知道奶奶今年已经80了，然而她的迷惑行为还不止这些，晚上睡觉前会拿2个木棍在身上来回敲打，说可以疏通经脉。为了健康，她把大部分时间都拿来锻炼身体。那她现在情况如何？医生检查过后说奶奶的眼睛出现了角膜发炎，不能再往眼睛上涂凡士林了。凡士林带给奶奶的只是一种心理安慰，对健康并没有什么好处，运动才是她保持健康的最大原因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大妈一辈子都没出过汗，39度的气温下跳绳1小时，头上一滴汗都没有。节目组在屋顶铺了一层锡纸，温度瞬间达到了45度，大妈躺在上面就开始享受日光浴了。就这样足足烤了2个小时，大妈都被烤成了3分熟，但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她还说一点都不热，甚至感觉有点冷。节目组又带大妈来汗蒸，汗蒸房现在65度，没一会儿，同行的大妈已经大汗淋漓，她却一点反应没有，还说温度能不能再高一点。周围人都看呆了，露出了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。1小时后做个对比，大妈的额头还是一滴汗没有。大妈说小时候家里穷啊，一天饿3顿的，根本没关注过出汗这件事。结婚后呢，丈夫又死得早，她成了家里顶梁柱，更没时间关心自己了。现在孩子们都大了，不用自己操心了，她想要体验一下出汗的感觉。节目组带她来医院检查，医生想要确认下大妈是否真的不出汗，在她手上涂了一种遇到水就会变成紫色的液体，又撒上了一些白色粉末，接着放在烤灯下面烤了1个小时后，结果手指纹路上都变成了紫色，说明大妈还是会出汗的，只是量比较少。医生说出汗少其实对身体健康没太大影响，这些大妈也放心了，原来自己和正常人一样也还是会出汗的。然而下面这位小姐姐的情况和大妈完全相反，她10分钟就会出1斤汗，双手就好像刚洗完一样，腋下每时每刻都湿漉漉的，甚至会有汗珠从腋下流出来。节目组做了个测验，不到1分钟，汗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冒了出来，甚至直接滴了下来。看恐怖片的时候，那双手简直成了水龙头，被子都湿透了一大片啊，这就很夸张了。他不得不带着一块毛巾随时擦手，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很大困扰。想吃零食哎不行，太滑了根本撕不开，想要玩一会儿游戏，结果触屏就没反应了，必须要往身上蹭2下抹去汗水。下班回家呢，指纹锁根本识别不出来，用键盘打字也同样夸张，指印铺在键盘上就印出水印了，鼠标也像刚洗完一样，写工作报告汗水都会顺着笔尖滴在书本上。他脚上的情况同样严重，他每天都要更换25双袜子，别的小姐姐包里都是口红化妆品啥的，他包里却装满了袜子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其他身体部位却一点汗也不出，甚至非常干燥。小姐姐也很痛苦，小时候还被朋友嘲笑过，她的梦想是当一名厨师，因为多汗症她不得不放弃了梦想。去医院检查过后也没有找到多汗的确切原因，最后小姐姐也想开了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那就接受它，接纳不完美的自己。她还做起了直播，大方展示了自己的多汗症。我觉得小姐姐很值得我们学习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然而下面这个大叔的情况更奇葩，他只有半边脸会出汗，左脸汗如雨下，右脸却非常干燥，从中间对分开，即使是嘴巴和鼻子也是1分为2，路人都看懵了。小朋友的表情最真实，更神奇的是，当他吃辣的时候就换成了右脸出汗，左脸又变得干干净净，把纸巾铺在脸上，右边瞬间就湿透了，左边却一点事没有，很直观的就可以看出区别，两边脸分工明确，始终就只有一边脸出汗。大叔说这种情况是1年前开始的，他之前受了很严重的伤，下半身都瘫痪了，手术后虽然身体恢复了健康，但出现了现在这种情况。
况，他怀疑是手术留下的后遗症，随后来到医院检查，医生说这其实不算后遗症了，是由于术后的脊椎在恢复，中途可能压迫到了汗腺神经，才出现了半边脸冒汗的现象。不过不用担心，等脊椎恢复正常后，汗腺就可以正常工作了，这种情况就会慢慢消失的。听到这些，大叔就放心了，保持乐观的心态，等它自动恢复。但我有个快速恢复的方法，在很热的地方吃辣的，那不就两边都出汗了吗？对吧？嘿嘿，我真是个机智的少年。好了，我是月贝，关注我，每天一个迷惑行为大赏。母亲把11岁女儿当猪喂，每天强制喂食30碗米饭，如果反抗就会被母亲绑起来，甚至还在食物里加不明液体。记者看到大吃一惊，母亲却说这东西对女孩好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惊人的事，这里呢大部分地区都很穷，女孩基本在15岁之前就结婚了，女儿尽快出嫁意味着少一张嘴来养活，而且呢当地以胖为美，只有胖女孩才能嫁出去。虽然这个女孩才11岁，连她都觉得自己就应该快速长胖，赶紧嫁出去，这才是对家庭做贡献。母亲会专门搭建一个帐篷，用来圈养女孩。他们的口号是管住腿，张开嘴，目的就是长膘。她现在体重78斤，喂养结束后要达到160斤才算合格。整个过程一般需要持续好几个月。第二天早上喂养开始，先喝1盆加糖的骆驼奶，再吃掺上黄油的玉米糊。女孩需要2个小时内把所有食物吃掉，大约摄入3000卡路里，相当于10碗米饭的热量。这仅仅只是早餐。记者带来了一些杂志，让他们了解其他国家美的标准。女孩看到苗条的模特都觉得不好看，说女人应该有肚子才好看。这里的女人坚持认为男人喜欢胖的。记者找到当地男人求证，男人说妻子越胖，在自己心中的地位越高。接着呢，男人还对记者的身材评论了一番，说记者只是徒有虚表，身材呢不太行。很快到了午餐时间，这顿饭他们需要再摄入4000卡路里，再加上晚餐，他们就要吃够9000卡路里，这相当于30碗米饭的热量。记者决定亲自体验一下，和女儿吃一样的早餐。记者作为成年人，吃了1/3就吃不下了，只能出去散步消食。记者回来后，接着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，一顿卡路里大餐再次安排上。在采访过程中，记者还发现了更夸张的事，在另一个增肥营里面被喂养的女孩大多都在10岁以下，在这里用牛奶和燕麦喂养，目的是来撑大女孩的胃，为之后的喂养做准备。女孩在监视下必须要吃完，有的女孩边吃边吐，还有个女孩肚子胀得厉害。母亲呢却并不在意，说这是正常的。母亲甚至会在食物里添加增肥的药物，吃了让人昏昏欲睡，能有效减少活动，对增肥很有效果。记者看了下药品说明，大吃一惊，这分明就是违禁品，根本就不靠谱。为了了解增肥药，记者假扮成当地人来到市场，尽管是违禁药品，市场上呢却随处可见。据了解，这种药确实有增重的效果，但副作用同样严重，吃死人的例子也不在少数。但即使这样，也不能阻止女孩继续服用。在以胖为美的毛里塔尼亚，为了满足这种病态的审美，女孩没有选择的权利，属实悲哀。大妈刚从银行取了钱，却故意丢在了板凳上，把钱还给她。她直接把钱丢进了下水道，接着放声大笑。看到有镜头在拍她，大妈神色慌张地跑开了。走访一圈才知道，这大妈的反常行为还不止这些。附近菜市场的商贩都收到过大妈送的钱，每天送2万韩元，丢下钱就走，从不说话，真的是奇怪呀。大家在市场安装监控，经过漫长等待，大妈终于出现了。大家偷偷跟踪她来到银行，只见她取完钱又随手送给了一旁的老太太。出门后又开始给路边的小贩发钱，一出手就是3万韩元。大家继续跟踪，发现大妈的迷惑行为还在继续。在买了几个汉堡后，她开始给身边陌生人分享，剩下了一个，她一口没吃，直接丢进了垃圾桶。这种种怪异举止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大家一路跟到了大妈家，才发现她家并不富裕，甚至还有点破。问她为啥要给别人钱，大妈却一口否认。大家拿出拍到的送钱视频，大妈立马改口，说自己是奉命办事，是山神让她这样做的，然后又扯了一些有的没的，越说越离谱，看起来精神不是很正常。另外大家还发现大妈财务状况并不好，存折上也只有7万多韩元，甚至水电费都没付，生活本身就很困难。大家去社区街道走访，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大妈情况，想要帮助她都被拒绝了。节目组觉得有必要带大妈去医院看看了，结果一听去医院，大妈直接哭了起来，说自己必须要听山神的话，否则就会受到惩罚，让大家不要管她。看起来病得确实不轻啊。经过连续几天劝说，大妈同意去医院。和心理医生交流过程中，大妈还是不断的胡言乱语。医生说这就是典型的精神分裂症，同时还出现了幻觉，都是由于长期缺爱导致的。之前收到过钱的商贩听说大妈的情况后，都表示要把钱还给大妈，还要给她温暖，让大妈感受到被爱，赶快好起来，省流。大妈得了精神分裂症，这个大爷爱吃猪饲料，一吃就是一大锅，已经连续吃了50年，饲料都过期发霉了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。渴了就在地上接水喝，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一堆垃圾搭起来的，里面一片狼藉。刚见到记者时，
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问他为什么住在山上。老人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迅速离开了。记者赶紧跟了上去，但很快人就不见了。记者只好回到老人的住所继续等待。傍晚，老人再次回到住所，问他问题，还是什么都不说。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，老人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。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，老人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那这也就好办了。记者来到山下村庄，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村民听到他的名字都很震惊，说他失踪了50年，还以为早就死了。通过一番打听，记者找到了他表哥，随后带表哥来到了山上。见到表哥后，他突然跪了下来。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他却直接拒绝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记者在一旁搭起了帐篷，决定和老人同吃同住，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几天过去了，老人变得开朗了许多，他终于决定迈出第一步，跟着记者下山生活。接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父母经常吵架，而后就离婚了，他只好和外婆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也去世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无依无靠的他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，这一躲就是50年。记者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，还带他去做了体检，身体不是很好，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，希望老人可以赶快好起来。医生在给木头做 CT 检查，因为这块木头竟然会叫。木头是在他家床上拆下来的，每到深夜，床头就会传来诡异的声音，只要静静的听，就能听到哒哒哒的声音，有点像时钟的滴答。把床移开后，啥都没有，但诡异的声音仍然存在。这床整整响了2年，搞得夫妻俩精神崩溃，甚至怀疑是被什么不好的东西缠住了。节目组找来了木工师傅，师傅表示这不像是木头能发出来的声音，真的是奇怪。记者用话筒录下了这个怪声音，接着又找到了声音分析专家，对录下来的声波进行了波长分析。专家说了一大堆数据，总之结论就是这声音很明显是一种有生命的东西发出来的。难道床头里真的有某种生物吗？说再多也没用，直接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。但是床头里面空空如也，还是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节目组决定继续拆解床头，随后把拆解的床头送到医院做核磁共振。医生们也是第一次给床做 CT 啊，看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点点奇怪的地方，这里面确实有东西啊。经过反复观察，医生确定这就是一只3厘米长的虫子，而且还发现了虫子吃木头的痕迹。锯开木头后，果然一头肥虫出现，诡异声音就是虫子吃木头发出来的。看到这个东西，夫妻俩是想哭又想笑，原来都是他在搞鬼。大叔把西瓜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烧香磕头，甚至还带他去做了 CT。据大叔说，这西瓜成精了，当时买的时候好好的，瓜农也说这瓜保熟，没想到仅仅过了1个晚上，它就长出了嫩芽，生长速度肉眼可见。西瓜表面没有任何腐烂的迹象，嫩芽是硬生生从里面顶出来的。自从西瓜发芽后，他家里还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，感觉身体都变年轻了，认为这些都是西瓜带来的好运。这下好了，大叔更不敢吃了，直接供了起来，每天还要给西瓜磕头。这事很快就在村里传开了，就连种了一辈子西瓜的大爷都是第一次听说这种事，村民议论纷纷，有人就认为西瓜一定是被高人加持过，成精了。为了搞清楚怎么回事，节目组带西瓜来到医院，准备给他照 CT， 反复照了几次。医生说从片子上可以明显看到，西瓜内部已经腐烂了，和正常西瓜对比下，这一片黑黑的就是腐烂部位。只要有合适的温度和湿度，种子就有可能在内部发芽，最终冒出来。总之这是非常罕见的。得知真相的大叔尴尬地笑了笑，直接把西瓜丢在了阳台，说以后不会再磕头了，希望新芽能好好生长，到时候就可以吃新鲜西瓜了。50岁大妈眼看就要生了，却疯狂捶打肚子，丈夫不但不生气，反而还帮她一起打，因为这肚子里的东西实在太怪，怎么都生不出来，反而会让肚子瞬间膨胀。大妈平时腰围77厘米，肚子变大后就成了91厘米，就好像要生了一样。为了缓解疼痛，大妈只能不停地捶打肚子，疼痛会毫无征兆的出现。刚刚还在晾衣服，突然感觉不对劲，肚子肉眼可见的变大，变得硬邦邦的，眼看着大妈疼痛不已，丈夫也无能为力，能做的只有不停安抚。经过几分钟阵痛，肚子慢慢恢复到了正常大小，随之而来的是无尽虚弱。可大妈还没缓过来，肚子又在短短几分钟内变大，她又要经历一次分娩的痛苦。丈夫说这样的过程每天都要经历3次以上。然而令他们更绝望的是，医院根本查不出肚子变大的原因，他们甚至去了妇产科也找不到原因，但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生活。大妈刚买完菜准备回家，肚子变大说来就来，完全不分场合。大妈躺在路边疼得哇哇大叫，叫声引来路人围观，都一脸懵地看着她。很快丈夫赶了过来，不停地帮妻子按摩。经过长时间的折磨，肚子终于恢复了平静。大妈精疲力尽地吐出一句话，让丈夫带她回家。丈夫非常自责，看着痛苦的妻子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大家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带大妈来到大医院检查，发现在肚子变大时，大肠也随之扩大了10倍，但实在找不到任何病理性的原因。
节目组没有放弃，又找来心理医生，医生却让大妈画画，画面透露出绝望和暴力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原来大妈的前夫有家暴，这给大妈带来严重的身心损害。她把一切痛苦都藏在心里，长期的压抑无处释放，久而久之患上了躯体化障碍。和现在丈夫在一起后，生活恢复了平静，心理上的压力也在慢慢释放，才会以肚子变大的形式体现出来。医生说，只要压力得到释放，症状就会慢慢消失。丈夫表示以后会给大妈更多的陪伴，让大妈释放压力，最后还对大妈来了个深情告白。非洲大草原上，继母和2个孩子被困在车内，车外一只饥饿的狮子正在啃食导游的尸体。就在刚刚，导游正带他们感受真实的动物世界。这时，6岁的儿子想要上厕所，于是导游把冰红茶倒掉，把瓶子给了小屁孩。不是啊，叔叔，这个太小了，我得用脉动啊。导游说，真的是人不可貌相啊。为了安全起见，导游拿上来福枪，带着孩子来到旁边的灌木丛。就在这时，孩子身后传来一声低吼，导游立即举起了枪，就看到一头母狮子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孩子。导游让孩子慢慢躲到他身后。这时，车上的母女2人看到不远处又出现了一头雄狮，继母赶紧来到驾驶位，想把车开到他们跟前，却发现车钥匙被导游随手带走了。危机时刻，继母下车，朝狮子挥动双臂，大声呼叫，想引起狮子的注意。就在狮子转头的瞬间，导游和孩子赶紧朝车的方向跑去。狮子心想，太天真了吧，竟然对我使用调虎离山之计，关键我不是老虎啊。狮子是不会中计的，直接朝导游冲了过来。导游枪法也还是可以的，这不，每一枪都完美避开了狮子。他们距离越来越近，慌乱中导游跌倒了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孩子跑上了车，导游却被狮子扑倒了，随后领了盒饭。母子3人惊魂未定，突然狮子扒住了车窗，3人都快被吓懵了。狮子看了几眼后，拖着导游的尸体走了。母亲拿出手机想要求救，却发现没有信号。这时，一头雄狮突然从车头跳到了车顶，400多斤的体重压得车顶都下陷了，前挡风玻璃也被挤压裂开。狮子不停地用爪子挠车顶，发现根本挖不动，接着来到车头往车内看去。3人吓得不敢出声。雄狮逗留片刻后也离开了。之后，女儿看到了车外的来福枪，她想要拿到枪，但雄狮就在离他们不远的树底下。没办法，他们现在只能等待救援了。就这样，来到晚上，丈夫工作完回到宾馆，发现3人一直没有回来，顿感不妙，找到宾馆的搜救队。搜救队说晚上是没办法展开搜救的，让他等到明天。女儿想打开车灯看一下狮群还在不在，刚打开就看到狮子朝他低吼，原来狮群从未离开。这时，儿子突然发现了之前遗失在草丛中的车钥匙，看到周围暂时没有狮子，母亲决定下车把钥匙捡回来。就在马上拿到钥匙的瞬间，草丛中的狮子突然发动攻击，母亲抓起钥匙就往车上跑，2人距离越来越近，狮子直接一个大跳就被拍在了车门上，狮子还在不断的拍打车门，母亲拧动钥匙挂上档位，一脚地板油就冲了出去，一路横冲直撞，最后撞在沟里，车子熄火了。他再次启动车辆，一点反应没有，防冻液都流了出来，看样子是报废了。他拿出手机也还是没有信号，他们再次陷入绝望。救援队终于开直升机出发救援了。丈夫又找到当地最好的猎人，想让他也帮忙找老婆孩子，猎人根本没理他。丈夫说，我可以给你钱，这不是钱不钱的事，我没时间，给你100万，出发。此时，儿子已经严重缺水，母亲心生一计，脱掉上衣，把挡风玻璃下面积存的雨水吸到衣服里，再把衣服里的水拧出来给儿子喝。这时，空中传来直升机的声音，但是救援队并没能发现他们，飞机渐行渐远。女儿下车大声呼喊也无济于事，呼喊也并不是完全没有用，这不就把狮子吸引来了吗？狮子朝他们急速袭来，就在马上咬到的一刻，狮子被一枪放倒了。他们被2个非洲土著人救了，土著人是专业偷猎的，对着狮子直接就是掐头去尾。母亲向他们询问附近有没有水源，随后小黑带着女儿去找水，不一会儿真就找到了。女儿大口喝着水，小黑找来2个葫芦娃，把头部砍掉就做成了一个水壶，装满水准备返回。这时远处传来枪声，2人赶紧往回赶。回来后，小黑发现他的同伴不见了，小黑独自离去寻找同伴了。丈夫这边正在搜寻他们，经验丰富的猎人拿起一坨粪便猛吸一口，他瞬间分析出这应该是狮子1小时内拉的。丈夫问，你怎么就知道是1个小时内拉的呢？你看这不还热乎的吗？粘手。这波操作贝爷见了都直呼内行。随后他们还发现了被狮子啃食后仅剩的人体残骸，他们继续开车搜寻。母子3人听到了从山脊传来的汽车声音，但是丈夫并没能发现他们。母亲决定冒险下车去大声呼救，果然微弱的求救声被猎人听到，母子3人被发现了。与此同时，呼救声也把狮子吸引来了。母亲快速跑回车上，丈夫救人心切，直接向妻子的方向赶来，却被狮子盯上了。狮子一步步向丈夫逼近，接着狮子一个腾空扑向丈夫，猎人让丈夫蹲下，接着一枪击毙了狮子。这还没完，另一边的雄狮早已埋
埋伏许久，直接对猎人发动攻击。随后猎人领了盒饭，丈夫赶紧往车上跑去，来到跟前，车门却打不开了，眼看着就要被雄狮追上了，他直接钻到了车底，体型巨大的雄狮只能用爪子扒拉。这时妻子想到了一个逃生办法，他找出工具包，拿出一个扳手，然后揭开油箱上的隔音棉，用扳手不停地敲打油箱，不一会儿油箱就被打破了。接着用衣服浸入油箱中，留一半在外面当做引线。他让孩子们听到他的逃跑指令后，直接爬到车外的树上，然后同样让丈夫在听到逃跑指令的时候从车里跑出来。沟通完毕，妻子打开后门，吸引狮子的注意，狮子直接从后门跳上了车，众人从车前面逃出。紧接着妻子用打火机点燃了油箱上的衣服，车辆瞬间被引爆了，火光冲天，雄狮被烧死了。丈夫伤心欲绝，以为妻子也同归于尽了。就在这时，妻子从废墟中缓缓站了起来，他们一家人相拥在一起。总结来说，这就是熊孩子一坨大便引起的血案。我是岳贝，下期见。他把一大包毒品分别装进小袋子里，用手压实，拿绳子系好，装进一个模具里，接着用千斤顶把模具中的毒品压缩成型，再把多余的线头剪掉。就这样，一枚毒品胶囊制作完成。接着，小丽的男友拿来一种能减缓肠胃消化的药，让小丽吃下，又在她嘴里喷了一些东西。毒贩老大拿出一枚胶囊，蘸上蜂蜜递给了小丽。作为新手的小丽接过来直接就吞了下去。还没有，她再次尝试也还是不行。老大一脸无奈，小丽说：“那我走。”来都来了，再试试吧。再次尝试，终于把胶囊吞了下去。就这样，不一会儿他就吞下了23枚胶囊，他都快打饱嗝了。但这还远远没有结束，桌上还有39枚胶囊在等着他。老大让小丽躺在床上，接着给她按摩肚子，目的就是让胶囊在胃中合理的排列堆积，这样就可以腾出胃部空间，继续吞掉剩下的胶囊。不得不说妙手回春啊！按摩之后，小丽真就把剩下的胶囊全部吞了下去。我感觉老大这么好的按摩手法，不去开个按摩店可惜了。随后，老大把机票、护照和签证给了小丽，小丽要做的就是把毒品带到纽约。过安检时，小丽膀胱一扫，就看到了闺蜜小胖。她知道现在闺蜜的肚子里也装满了毒品胶囊，还好他们都成功通过了安检。飞机上，小丽又看到了一个运毒老手大美。原来老大每次都会找好几个女孩子分开来运毒，为的就是避免被一网打尽。这时小丽感觉有些不舒服，于是来到厕所想小便一下，突然屎意来袭，她赶紧抽出厕纸放在下面，接住了拉出来的2枚胶囊，随后冲洗干净。因为老大警告过她，62枚胶囊一个都不能少。没办法，她拿出包里的牙膏涂抹在胶囊上，犹豫片刻后直接一口闷了，动作熟练的让人心疼。完事后还舔了一下嘴唇，她甚至感觉味道还不错。飞机到站后，小丽刚拿完行李就被海关拦了下来，接着让她双手扶墙，对她一阵搜身检查，什么都没有发现。警官问了她一些问题，小丽的回答露出了破绽。警方现在怀疑她体内藏毒，小丽极力否认，于是警方决定带小丽去照 X 光。警方拿出一张授权文件让她签字，因为照 X 光需要得到小丽的授权，这肯定不能签啊，这要是往肚子上一照，不就败露了吗？于是她直接就签字了。我估计小丽可能不知道 X 光是什么东西，照 X 光第一步就是验尿，警官给了她一个塑料杯收集尿液，随后尿液被送去检测，不一会儿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显示小丽已经怀孕了。警方有规定是不能对孕妇照射 X 光的，但是警方这边不甘心，还是想套路一下小丽，但没有成功。小丽坚称自己没有藏毒，没办法，警方只能放走小丽。刚出站，小丽就被纽约这边的老大手下接走了，在车上还见到了闺蜜小胖和大美，三人被带到宾馆房间，手下给了他们一盒泻药，让他们挨个排便，赶快把毒品拉出来。小丽第一个去厕所，为了防止胶囊被马桶冲走，她在浴缸里直接就拉了起来。完事后开始用牙膏清洗胶囊，接着小胖也很顺利的把胶囊都拉了出来。现在轮到大美了，大美此时表情痛苦，神志不清，这种情况很有可能是她体内的毒品胶囊有破裂。小丽带她来厕所给她冲淋浴，想让她清醒过来，但最终大美还是没能排出胶囊。来到第二天早上，小丽睁眼就看到手下把大美抬了出去，她隐约感到不妙，来到厕所就看到满地鲜血，原来是手下为了赶快拿到胶囊，直接对大美开膛破肚，这也太狠了吧！为了安全，小丽和大胖决定带上毒品胶囊，趁手下还没回来，赶紧逃离了这里。人生地不熟，他俩决定先去大美之前给他们说过的姐姐家里，因为是大美的朋友，姐姐很热情的招待了他们。看着善良的姐姐，小丽实在不忍心告诉姐姐大美已经死了，只能谎称大美现在很好，他们在这里暂住下来。第二天，姐姐带他俩来到中介，想让中介帮忙找个工作。在交谈过程中，小胖不小心把毒品胶囊翻出来了，被中介看到，中介瞬间明白了他俩的身份。没办法，小丽实话实说，想让中介帮忙找到大美的尸体。还好中介人不错，答应找大美。没一会儿，中介这边就有消息了，大美尸体找到了。小丽想把大美尸体运回老家，但是需要2500美元。隔天，大美的姐姐终于得知真相，小丽想解释，但被姐姐直接赶出了家。小丽现在只想筹钱把大美尸体运回老家，于是她联系了老大手下，想要把毒品还回去，拿回属于自己的佣金。随后他们和老大手下见面，把毒品交了出去，也拿到了佣金。之后，小丽找到中介，拿出2500美元让中介把大美尸体运回去，自己和小胖也准备坐飞机离开这里。就在
准备登记的一刻，小丽却选择转身留在这里。可能她觉得这里比破败的家乡更适合自己和肚子里的孩子吧。最后我还是觉得毒贩老大不开个按摩店真是可惜了。我是月贝，下期见。大妈每天捡钱100块，却差点丢了老命。钱都是从这棵柿子树下捡的，硬币每天早上都会准时出现，1个月捡了一大杯。对于这种现象，当地老人说柿子树果实累累，象征着家族兴旺，可能是有人对着树许愿丢下的硬币。可奇怪的是，附近其他柿子树下却找不到任何硬币，只有他家店门口的树会这样，这就有点诡异了。大妈很焦虑，说这明显和自己有关，难道是有人在对自己下蛊吗？大家决定偷偷安装监控，找到这个丢硬币的人。经过漫长等待，终于发现了一位可疑人员。大家亲眼看见他经过柿子树的时候丢下了一个什么东西，记者赶紧追了上去，却结果发现他只是丢了一个树叶而已，是个误会。说来也奇怪，自从安装了监控，就再也没发现什么可疑人员，但每天早上树下的硬币还是准时出现，从不缺席。这下他更慌了，只能没日没夜地守着监控。终于在第3天，他看到一个神秘的身影在向树下丢东西，而这个身影竟是每天都会和他见面的人。店主大妈吓得不敢说话，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，他在一枚硬币上贴了一张白纸，偷偷放进了收银机。没一会，店里来了一个收废品的大妈，买了一杯咖啡，店主把带记号的硬币找给了他。第2天早上，这张带记号的硬币果然出现在了那棵柿子树下。店主确认一直丢硬币的就是这位收废品的大妈。随后节目组找到废品大妈，大妈也承认是自己丢的。至于为什么一直这样做，大妈说店主每天都会把废纸箱给自己，而且还不要钱，为了表达感谢，每次会从卖纸箱的钱里拿出50偷偷丢在树下。知道真相的店主终于松了一口气，真是一个温暖感人的灵异事件啊。他考试交白卷，反而得到了校长的表扬，当着全校师生的面给他带了朵大红花。原因是他成了学校唯一一个看出老师出错题目的学生。台上的阿芳一脸懵，交白卷其实是自己看不懂而已，谁都想不到他开挂的人生从此开始了。课上不小心打翻了墨水，他赶紧用衣服擦，却意外擦出了一幅意境深远的山水画，得到了绘画大赛的第1名，顺便还收获了一群小迷妹，时刻被幸运女神眷顾着，让他觉得人生毫无意义。本以为长大后运气就会改变，谁知好运反而变本加厉，随手买张彩票都能中大奖，吃个饭就成了店里第9999名顾客，莫名其妙得到了全年免费卡。阿芳不想就这样安逸的过一辈子，跑去做了房产销售。可第1天上班，找他买房的人排队都排到了公司大门口，下班随便伸手，立马就来了几辆出租车，都抢着要拉他。他彻底受够了这种开挂般的生活，感觉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，指着老天一顿臭骂。突然间电闪雷鸣，一个雷针就劈了下来，结果劈死了正在逃跑的小偷。他含泪获得了良好市民奖。阿芳非常想体验失败的快感，可天不遂人愿，生无可恋的阿芳决定出家。就在剃发前，方丈出现了，只见方丈大手一挥，他便灵魂出窍，意识开始模糊。等阿芳清醒过来，发现一切都变了。打斗地主从来就没赢过，无论跟谁打牌都被对方吊打，就连一旁的小学生都嘲笑他是个弱鸡，他却兴奋得不得了，终于体验到了失败的快感。这是一种长在树上的酒，为了采集这种酒，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，仅靠一根绳子穿梭在高大的树木之间。小哥浅尝几口，味道一言难尽。这种酒就是棕榈汁，采集用到的工具就是一把刀和一个装酒的容器，顺着用椰子壳绑定的节点，一点点往上爬。来到树冠后，将棕榈树花序头部切开，把罐子套在花序顶端，来回敲打几下，用来刺激汁液分泌。敲击手法和力度会影响流出汁液的多少。几个小时后就能收集到少量的棕榈汁。为了能快速收集到棕榈汁，他们不会爬上爬下，而是把棕榈树用绳子链接起来。采完一棵树，顺着绳子就来到了下一棵，要装满1桶棕榈汁。他们一次至少要采集10棵树，1天就要采集2次，把刚采集的棕榈汁经过过滤，等它自然发酵，放几小时就成了棕榈酒。闻起来有一种很淡的酒味，喝起来酸酸的，好处就是很利尿，因为棕榈汁含有糖分，所以也可以用来熬糖。把收集到的棕榈酒过滤一遍，在路边等着收酒的小贩上门。这种酒非常抢手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今天的付出得到了回报，这就是斯里兰卡菜酒人的生活。33岁的女儿只是说了句想吃虾，老父亲立马放下筷子帮女儿剥，她一直吃，父亲就一直剥。她从小到大都被当公主宠着，但凡是动手做个家务，父母都夸得不行。我要帮忙吗？不用吗？我刚把碗洗完了。你看看，多能干的孩子，把碗都会洗了。33岁的佳琪至今未婚未育，直到她说出择偶标准，瞬间明白为何她相亲多年至今未果。我的要求其实也不是特别高，就1.8米以上，然后长得帅一点，皮肤白一点，而且有责任心，得幽默，能跟我玩到一块儿，但是得有自己的事业。听完佳琪的择偶标准，连朋友都绷不住了，光是前3条就几乎把人都筛完了。其实找对象挑一点无可厚非，但朋友也暗示他的年纪太大不好找。可他觉得自己长得年轻那就没问题，嘴上虽然这么说，但他自己比谁都着急，
甚至还给手机套了个招桃花的手机壳。每天都捏着它，我就快点天灵灵地灵灵赐我一个好姻缘。父亲虽然一直都很宠他，但眼见女儿一直找不到对象，也好心提醒。我的观点呢是，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，一定要对自己提出相同的要求。我要求人家长得很漂亮，我也挺漂亮的呀。你要求人家很有钱，我觉得你要求我也人家很有挺努力的呀。学识，我觉得我挺好的呀。那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点，是吧？父亲认为，财富等外在条件并非是衡量一个人的标准，道德才干才是。对于父亲的好心劝告，他愣是一句话都没听进去，自顾自玩起手机。不久后，佳琪再次去参加集体相亲，这次他依旧抱着期待而来，但最后还是越来越失望。你期待哇，下面我会不会碰到一个好的？结果发现你不觉得一波还没有一波吗？就我坐在那儿我都难受，如坐针毡，你知道吗？就我怎么能把我自己剩到这个地步了？但即使这样，佳琪还是对爱情充满了幻想。特别希望有一个人骑着白马，踏着七彩祥云过来跟我说：“我终于来接你了，你就是我一生的老婆。”他们用屋顶上的瓦片做镜子，不但光可照人，甚至还有美颜的效果。女人们都认为这种镜子才能照出最真实的自己。做这种镜子一定要选用红色瓦片，把瓦片敲碎，放在石板上反复研磨，磨得越细，做出来的成品质量越高。在里面加上一些黄麻纤维，然后加水充分混合在一起，接着再次把泥浆碾压一遍，确保里面没有大块颗粒。随后把研磨好的泥浆放入圆形模具中，用手压实就可以拿到太阳下晾晒。晒干后开始打磨，用手感受圆盘的平整度。打磨的差不多了，就要在上面涂上一层黑色粉末，这个就是关键了，涂多少完全凭手感。接下来的工作就要由男人来完成了。在光滑的圆盘上放置3块小金属，然后将另一个圆盘扣在上面，中间就形成了一个空隙，用粘土把四周完全密封，接着在上面戳个洞，捏出一个入口，随后放在外面继续晾干。等待的时间，他拿出了一些金属合金，其实泥巴只是制作镜子的模具而已，镜子本身还是由这些合金做成的。合金是由锡和铜混合而成，把合金都塞到入口里面，上面盖上一层棉布后，继续用粘土密封，然后将这些模具放在火上，上面铺满椰子壳开始烧制，就这样一直加热1小时。通过听声音来判断金属是否融化，合金融化后就要慢慢翻转一下，让融化的合金液体填充模具中间的空隙。等模具冷却下来，敲掉模具，镜子毛坯已经锻造成功。不过现在还不能反光，需要经过几轮抛光，但首先要把毛坯修剪成合适的尺寸，尺寸不同价格也相差很大。最受欢迎的种类是手持的小镜子。修剪完成后，用湿砂纸开始打磨，镜子表面出现光泽后，在上面滴上椰子油继续打磨，直到镜子可以清晰地照出自己。随后把镜子放入镜框粘合在一起。这还没完，最后还需要用天鹅绒布抛光，在背后贴上自己的 logo， 这样一个昂贵的手工镜子就完成了，能更好地照亮你的美。聋哑外卖小哥送餐仅超时了1分钟，就被富家女痛骂，还讽刺外卖小哥是下等人。然而这位大姐的做法绝对会让你感到大快人心。我打个电话，我直接就用一下这个单号，我打个电话。小哥也尽力表达着感谢，虽说享受服务是消费者的权利，但这并非是侮辱别人的理由。职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每一位用劳动换取价值的人都值得被尊重。一家偏僻的农家小院，每天却有大批40、50岁的男人慕名而来，男人们一波接一波，不大的院子里挤满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男人，大家都争先恐后地表现着自己。只因这家有个30岁的离异少妇，这群男人就是来讨媳妇的光棍汉。要想见到女方，先在院子外排队等面试。为了这次相亲，厨师老李特意请了假，从几百里外赶到这儿。排队期间还听到有人说，今天人还算是少的。等了半天，终于轮到老李面试。女方母亲一上来就盘问了老李的家庭存款情况，随后就被请到院子外等结果，一等就是2个点。随后没人传话来说不用等了，女方嫌他个子矮，直接淘汰了。老李一肚子气，来回车费都花了不少，结果连人都没见到。出于歉意，媒人立马又给联系下一家。隔壁村33岁的大姑娘，也是最近刚离婚，一伙人匆匆赶了过去。可等到天黑，老李也只和姑娘父亲搭上了话，就因为个子矮，再次惨遭淘汰。老李只能感叹一番，这就是当今社会的残酷现状。和老李一样，42岁的老杨一早起来将脑袋和皮鞋擦得锃亮，为即将到来的相亲做着准备。家中的毛坯房至今还未装修，老杨一边打扫一边嘴里念念有词，要是这次能谈成的话，马上开始装修。10多年间，老杨来来回回已经相亲20多次，大部分情况是一见面对方扭头就走。老杨将原因归结于自己长得不帅，还顶着个光头。为此，老杨特意找人 PS 了一张带头发的照片，让媒人拿给女方看。招数很快奏效，可女方刚见面就迫不及待钻进车子落荒而逃。老杨迫切地想知道对方的态度，
连着发10几条信息，也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老杨觉得是女方嫌弃自己是农村人，可谁料随后女方竟主动打回来电话，这让老杨乐开了花。当听说对方对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印象，老杨赶紧趁热打铁，定下了下次约会时间。第二天，两人约在公园见面。起初还相谈甚欢，一同荡秋千，但气氛突然急转直下。女方把老杨晾在一边，跟别人有说有笑打起电话，刻意拉开跟老杨的距离，忽冷忽热的态度，只因老杨没能满足女方提出的20万的要求，刚见面就要他拿20万，老杨不由得心生警惕。这次相亲自然也以失败告终。由于过去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，导致男女比例失衡，千万男性面临着结婚难的窘境。有老婆的男同胞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啊！这个村的老人每天不吃饭，也要来村口的池塘边蹲着，全都神色紧张地盯着池塘。有人还不停数着什么，因为最近村里发生了离奇失踪案，村口池塘里的金鱼神秘消失了。之前有50多只，现在只剩20多只了。幸存的金鱼也变得焦躁不安，老人们把这些金鱼视为村里吉祥物。现在吉祥物没了，他们觉得自己一点都不吉祥。村长召集全村人商议对策，必须要找到罪魁祸首。但现场没留下任何痕迹，找了半天，才在一个角落发现了一些鱼鳞。有人认为是黑头鹳干的，之前就在池塘附近看到过它。还有人觉得是水獭或者海狸鼠，甚至还有说是水怪的，一定就藏在水下。建议把水抽干，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祟。大家越说越离谱，村长看不下去了，冷静分析了一番，认为凶手可能是通过沟渠进入池塘的。池塘边的围栏还发现了脚印，但看不出来是什么动物，安个监控看看吧。村长决定熬夜蹲守，也不知道这东西啥时候来。村长边吃边等，一直等到了凌晨3点，终于村长睡着了。但就在这时，池塘边上也有了动静，草丛中出现一个白色光点，只见他快速穿过围栏来到池塘，很快抓到了一条鱼。你觉得这玩意到底是个啥呢？大叔只是在家泡了一瓶人参酒，却引得植物专家纷纷上门参观，只因这瓶里的人参实在不一般，泡在酒里5年后竟然死而复生，长出了新芽，新芽已经长到了6厘米。人参是大叔自己挖到的，泡酒之前就把芽都剪掉了，现在还能看到修剪的痕迹。泡完的酒一直放在仓库里，至今已近5年了。万万没想到，这一泡竟然泡出了怪事，邻居都说这颗人参成精了，是千年不遇的宝贝，甚至有人出高价想买这瓶神酒，但都被大叔拒绝了。大叔对这瓶药酒百般呵护，说喝了这酒气色都变好了，但药酒厂老板却表示，泡在酒里的人参是不可能存活的，况且还是52度的高度酒。猜测可能是大叔泡酒前人参就已经发了芽，难道大叔说了谎？没办法了，大叔接着展示了当初泡酒的照片，照片上人参确实没有发芽，那人参是如何死而复生的呢？大家又找到专家，准备对人参进行解剖，取下一点在显微镜下观察。专家表示，在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其实人参早就死了，但死掉的东西怎么可能发芽呢？专家猜测，泡酒前人参可能就已经长出了芽苞，只是看不出来而已。而且人参表皮细胞非常坚硬，可以防止酒精短时间内渗透到里面，所以刚泡在酒里的人参还能存活一段时间，芽苞也能继续生长一个阶段，长到了6厘米的样子。随着酒精渗透，人参也就死掉了，最终就变成了这样子。他只是点了一份炒年糕，一旁的顾客都惊恐地看着他，这已经是他吃的第3碗了，不到3分钟又吃完了。紧接着看向菜单，点了第4份炒年糕，而且吃完就走，从不付钱。店主却根本不在意，想吃多少给多少，甚至还会给他打包一些带走。第二天等他再次来到店里，摄像小哥尝试和他交流，他突然表现得很慌张，东西都不吃了，拿起麻袋就走。小哥赶紧跟了上去，问他麻袋里装的什么，他还是一言不发，背着麻袋走进了大山。附近村民说他就住在山里，没人知道他叫什么，看起来已经流浪了好多年。据店主介绍，5年前他来店里吃饭，只吃了3块钱的炒年糕，看得出来生活很窘迫。出于好心，店主告诉他如果饿了可以随时来吃。没想到第2天他真的来了。店主说自己曾经也经历过低谷，身上1分钱没有，觉得要帮助这些无家可归的人。从那之后就一直给他提供免费食物，这也是个不小的开支。附近饭店老板都不能理解他的做法。1年后，节目组做了个回访，发现之前的年糕店搬家了，但店主还是会给流浪人员提供免费食物。我觉得天使大概也就是这样的吧。在社会福利社的帮助下，之前的流浪汉也住进了精神病院，一切都在慢慢变好。2群猴子为了一根香蕉火拼，致使交通瘫痪，最后逼得警察都出动了，对他们实施了绝育手术。在泰国的华富里市生活着2大猴群，一群住在废弃寺庙，另一群住在废弃电影院。之前游客多，猴喂的食物也很充足，2个猴群也都相安无事。由于疫情期间游客数量急剧下降，导致食物短缺，很多猴子都跑到商店抢东西。当地还发生了猴子盗窃和破坏车辆的事件。这个路口人相对较多，猴喂的食物也多，这里自然成了他们心中的风水宝地。寺庙帮的猴子在这里得到了一根香蕉，这恰好被电影帮看到。接着2大猴群发生了火拼，这就是当地居民拍下的震惊一幕，2群猴子打得难分胜负。
最后电影帮更胜一筹，打跑了寺庙帮，但寺庙帮仍然觊觎这块地方，足足等了3个月，集结了帮派所有猴子，决定跟电影帮一决高下。司机看到这情形都不敢按喇叭，只能乖乖让路。2大猴群聚集在路口对峙，寺庙帮人数占据优势，率先发起了挑衅，电影帮也不甘示弱，很快就组织了一波反击。他们有来有往，互相挑衅，期间还有市民的3轮车被猴子翻了个底朝天，最后致使交通瘫痪，逼得警察都出动了。猴子们听到警笛才离开这里。最后政府决定通过大规模绝育计划来控制猴子的数量，猴子被引诱到笼子里，随后都被带到了医院进行绝育。这下真就芭比 Q 了。这里的女人体重不到200斤，根本嫁不出去，瘦子在这里会被嘲笑。村里男人的梦想就是能娶上一个200斤的老婆。采访过程中，男人们还说出了一个流传1000年的奇怪习俗，更让节目组傻眼。这4位就是当地女神，一个比一个胖，追求者也一个比一个多。他们是准备竞选村花的，竞选标准是要超过200斤。他们吃完饭就要称体重，第1位体重210斤，刚刚及格；第2位体重268斤，还不错；第3位体重284斤，很有竞争力。然而现在的村花表示不服，小心翼翼站上体重计，生怕踩坏。果然，体重计在显示428斤后直接黑屏。不过呢，他现在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。出于好奇，节目组采访了村里男人，结果大家都说自己就喜欢胖的，越胖越爱，无法自拔，还说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1000年，胖老婆能彰显自己的成功，可以到处炫耀。他们这里信奉一句话，老婆要娶胖胖的，生活才会旺旺的。接着大家来到村里有名的模范夫妻家里，一进门就看到女人在睡觉，丈夫小心翼翼地把妻子叫醒，贴心地给妻子涂抹爽身粉。女人说结婚16年，丈夫一直都是这样宠自己，感觉自己就像小公主一样，还说自己结婚前瘦巴巴的，一点都不好看。啥也别说了，直接上秤吧，294斤，果然是标准的美女身材。女人又给大家展示了自己的衣服，看着异常肥大，女人却说这是为了凸显身材的紧身裤，穿起来一看确实很凸显身材。女人每天的工作就是吃饭睡觉看电视，最常说的话就是饭做好了吗？丈夫听到就要赶紧去做饭，说娶个老婆不容易，关键还娶了个这么漂亮的，自己的老婆肯定要自己疼。很快丈夫端来了饭菜，给妻子盛上一盆，没一会米饭就见了底。酒足饭饱，拍拍小肚腩，赶紧补个午觉。洗碗这种小事肯定是老公的，妻子只负责胖就行了。女人还告诉大家，自己保持身材的秘诀就是要多吃米饭，因为米饭属于碳水化合物，可以很好的维持身材。为了方便妻子出行，丈夫还贴心的打造了专属座位。等妻子上车后，没成想油门踩到底，车子却一动不动。丈夫把车推到平坦路面，车子才勉强走了起来。在路上，老公洋洋得意，一直在炫耀自己的老婆。可以看到，村里像他这样的改装摩托还有很多，一般都说明家里有个200斤以上的老婆，这是身份的象征。比开宝马奔驰有面子，豪华一点的还会安装个遮阳顶。大家不禁感慨，难道村里就没有一个瘦子吗？随后在村里找了半天，终于看到一个很瘦的女孩。女孩显得很不自信，一打听才知道，至今没交过男朋友，成了村里为数不多的大龄剩女。一旁的父亲都愁坏了，说只要嫁出去，不要彩礼，陪嫁100万。即使这样，仍然没有人上门，为此他感到很自卑。可偏偏自己怎么吃都吃不胖，还差点得了抑郁症。节目组当场做起了媒人，要给女孩介绍对象，把街边的一个流浪汉拉了过来。流浪汉看到女孩后，连连摇头，说自己的理想型是胖胖的，说完直接转身就走了。更让女孩心里不平衡的是，自己的闺蜜却是个标准的美女，追求者众多。这不，闺蜜刚回家，家门口就出现了3个追求者，其中一个已经追了2年。他们在门口蹲守半天，只为看闺蜜一眼，一直待到深夜才离开，还说明天再来。看得出来，闺蜜也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感觉。所以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自己喜欢最重要。她把600斤的野猪当儿子养，会骑着野猪去买菜，速度还能调节，只要扭一下耳朵，想快就快，想慢就慢。她直接成了街上最靓的老头。大爷还会和野猪一起睡觉，野猪每天叫他起床，熟练的打开窗户，对着主人就是一顿杀猪叫。大爷如果想赖床的话，他会反复开关窗户发出噪音，看起来野猪应该是饿了。大爷起身去厕所给野猪做早餐，刚做出来的就是热乎，野猪吃的一脸享受。野猪是他爬山时意外捡到的，当时很小一只，很可爱，没想到他才3岁，身长就超过了1.9米，体重也接近了600斤。不过还好，野猪很温顺，能听懂人说话，可以和狗一样握手。大爷可以随时骑在他身上，不过被大爷骑久了，野猪也会调皮的想骑一下主人。大爷完全没有招架之力，被600斤的野猪压得死死的，差点压出了腰间盘突出。大爷每天还会带他去遛弯，野猪也很听话，过马路会跟着主人走天桥。路过一家猪肉店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奇怪，怎么闻到了妈妈的味道？他莫名感到有一股杀气，吓得赶紧扭头就走，乖乖的跟着大爷回家了。最后和大爷来个亲亲，就可以安心的睡觉了。这样的宠物你想养一只吗？